我这有一块家传的老银元啊，俺也说这是稀少又罕见的版本，现在最低价我跟你说能值300万吗？价值300万的银元，这是一块中原啊，稀少罕见倒是谈不上，因为存世量不大，一般平时很少见吧。我问过俺庄里好多人了，确实是大家都没见过。哦，我要不是准备在杭州买房子嘛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绝不会拿出来卖。恁村里边人没见过，并不等于别人家里没有啊。我看你这个品相倒还不错，你看它这个发丝没有怎么磨损，字口也没有什么弱大，包浆看着还蛮舒服嘞。准备在杭州买房买这个，杭州的房价很高，你这是杯水车薪啊。哎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我爷爷2015年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这块银元都找人鉴定过了啊，当时人家给200万，这快10年了，我想卖300万不多吧？如果10年前有人出200万的话，按目前的市场涨跌幅度来说，给你300万确实不为过。但是你这个中原在过去很常见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是1元，而中原就相当于是5角，重量刚好是袁大头的1半。按银本位兑换的话，2块中原在过去啊才通兑1块袁大头。哎，你也别整那么多没用的。如果常见的话，那为什么别人家里都没有啊？常见的话，应该到处都是。那个在过去啊，确实是比较常见。现在家里边有的人确实不多，主要是有2个原因造成的。第一就是中原的含银量比较低。我们经常说银元实际是9银1铜，但过去的造币厂啊，它为了开源节流，有时候会在这个含银量上下文章。就说这个中原，它实际的含银量只有80%，含银量低，自然啊，它这个银色就不正。所以过去人啊都不愿意要中原，自然而然的。第二个就是只发行了一个3年的年份。你看袁大头有3、8、9、14个年份，中原就发行了1年，所以存世量它相比袁大头而言就少很多。这些银元啊，在以前都是家传下来的，用的人少了，自然也就不常见了呗。那你说的是巧舌如簧，关键是10年前我爷爷都找网上专家都鉴定过了。这个中原就是真品、古品、罕见品，3品合一的，最低价的值200万。当时立马给我钱，我都没卖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网上的专家不可信啊，他们给你开价报200万的高价，就是想要你的这个鉴定费。鉴定费并不高，鉴定一次才800块钱而已。800块钱还不高吗？10年前的800的鉴定费已经非常高了。咱们供我入盒才100块钱，你就 PCGS 人家国际通用的盒子才收200-300。你这个银元说实话压根就不用鉴定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你就单看它的边齿就行了。中原的边齿比较特别，和其他版的银元啊边齿不一样，边齿这个流通痕迹确实比较明显，但是整体壁面并不差呀。原像的发丝、耳朵、肩章是检验中原状态的标准，可以说是没什么磨损。夹合面的话，种子只要不弱大，都是好中原。你这个中原我没看到有什么毛病，就这个品相给你报价的话，1万块钱的市场价吧。你别给我开玩笑了啊！没开玩笑，我要价300万，你却只给我1万，对，还以内，这价钱看了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你这不叫砍价，这哪是砍价，这就是真实的中原市场价。现在挂着300万左右的银元，必须得是样币了，只要是流通过了，都不会有这么高的卖价。真正罕见的银元啊，你就像现在的北上广深的房子，老一辈没留下来，我们普通人啊也很难去预习。我觉得你鉴定的有问题。少300万我还真不想卖。这样的我还还给我吧。那行，再找个有实力的商家吧。早日祝你找到有实力的商家，多比较比较，多打听打听行情再说吧。老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我今天过生日，我要把3个银元卖了，请奶奶吃顿饭。小朋友，你可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啊！过生日卖银元请奶奶吃饭，孝心可嘉。吃一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啊！你这是3块银元，如果都卖了的话，这钱啊根本就花不完。花不完没关系，卖1个请吃饭，卖2个给奶奶买一身漂亮的衣服，卖3个我给她封一个大红包。
你这想法确实挺好，奶奶听完之后啊，肯定感动的是稀里哗啦啊。就是你这年龄太小了，对这个钱呢没有什么概念。我好奇的问一下，这3块银元啊，这个是从哪来的呀？这是我攒了3年的压岁钱，我还特意把这带笼的清洗了，你看能不能多给我点钱？哎呀，我说这个北洋龙咋看着这么干净？原来这是你故意这个清洗了。按理说啊，这些老银元在家是不能随意清洗的，因为你洗不好的话，容易伤到这个底板。我看你这块洗的挺好啊，最起码没有伤到这个底板。我专门在网上买的清洗液，专门花了几十块钱的，不存在把它洗坏。哎呀，看着你这年龄不大，听着你这想法确实很成熟。好在你这些银元啊，都是属于这种薄锈包浆，在银元洗碧水清洗的范围之内。如果锈大的话啊，正好是适得其反。我长话短说啊，就卖你这一块北洋龙啊，这个钱就花不完了。卖一块的话，我觉得不够表达对奶奶的爱，你都不知道奶奶可疼我了。我从出生都是她把我带大的，今年她正好赶上70岁，所以我才要卖银元，提前给她老人家过寿。看来你和奶奶的感情啊，确实挺好。她养你小，你养她老，这个隔辈亲都是相互的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你这光说说你的想法啊，估计你奶奶都已经很开心了。这仨银元啊，我建议你还是别卖了。你看我来都来了，也不可能只是说说，光说不做等于零。您还是帮我看看分别值多少钱吧。哎，你说的很对，有时候孝敬老人啊，光说不做，那都是等于打嘴炮。只有拿出实际行动啊，才是动真格的。我先帮你估估价吧。像你这个清洗过的这个北洋龙啊，这个银色带底光，这一看啊，这都是过去的老银元，即使清洗了，银色这是依然是开门的，可以通过边齿看得出来。北洋龙的边齿啊就是这样的，而你这个边齿，你看一下，很明显也带夹丝，这块是属于34年典型的这个长尾龙，可以通过龙面看得出来。没有任何的板而言，龙鳞还是比较好的，可以说是全龙鳞吧。壁面因为清洗的很干净而看得很清楚，多少还是有一些流通痕迹的。目前你这个状态的话，差不多在3-4千左右吧。卖个30天的话，可以给我奶奶封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让她老人家开心一下。估计她也没收过这么厚的红包。你说的很对，看来你是一个讲究仪式感的人。像你奶奶这么大年纪的人啊，肯定没有收过这么大的红包。你这个直接给她来个惊喜啊！而你另外2块银元，这就比较常见了。23年普通年份的传阳和这个3年的袁大头，他们俩的市场价是一样的。首先2块啊，我都简单的看了一下，不带任何板，壁面无伤无戳，带少许的薄锈包浆。一般像这种品相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货状态。2块的话是1100一块。听你报个价格，应该是够吃饭和买衣服了。你可别看我是小孩，可别在价格上给我做文章啊！你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。我给你报的都是现在童叟无欺的市场价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这3块银元啊，真假是没啥问题。你卖的话，我是不回收的。你的想法确实是挺好的，建议你带上你的家人，让他们陪同啊，你过来一起变现。我主要是想给奶奶一个惊喜，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。制造惊喜，多一个人知道也无妨啊，只要不提前告诉奶奶就行了。你觉得呢？那好吧，我回去喊我妈过来再说吧。谢谢老板。